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睡不醒的感觉，估计是这几天太劳累了。现在是在 Key West 的隔一天早上8点，然后我准备要去吃早餐了。今天的行程还蛮多。我不知道他这的早餐是怎么样的，可能就比较普通的，就是美式吧。这一个青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它的价钱我觉得会比青旅来的贵一点。它叫 Not Your Average Hotel。NYAH， 它像个别墅这样子，然后挺大，很多房间，中间有一个小池。这边有就很多小椅子，可以搭着住的。我现在已经吃完早餐了，然后我跟我的来自德国的室友约好，就是可以一起去逛一些景点。他昨天晚上睡我上铺，然后我们两个昨天蛮早就睡了。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刚刚聊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决定可以一起出发去参观一些景点。我们现在来拍这个 lighthouse 但我们不打算进去，在外面拍照而已。这就是我的德国室友。这个博物馆里面总共有58只猫咪，然后它们都是海明威，就是有人给海明威的第一只猫叫 Snow White， 然后这些猫咪都是它的后代，对，它们就是这里的屋主现在，然后博物馆的人就会每个星期定时进来就看这些猫过得怎么样。这个是海明威在非洲待过的一阵子所记录下来的。浴室，然后有一只在太阳底下休息的猫咪。这里是它的阳台。balcony 是可以看到对面的 lighthouse， 然后下面这里他说院子吧，是他那种举办婚礼聚会的地方。他的后院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区域是 cat cemetery。
猫咪，好多的猫咪，嗨，那里还有更多刚出生的猫。这次只是刚出生，9月份才出生的。它那边原本有一条道可以连接从他的屋子走到 Writing Studio， 可是在台风过后被毁了，所以那个走廊已经不在了。我们刚刚逛完了他的书店，里面就有卖很多他生前写的那些书，跟一些纪念品，还有他的猫的 postcard。距离古巴最近的 Mojito Bar。From Detroit, please. Metro Detroit, please. 大概我休息了有1个小时多吧，然后现在我又要就是踏着自行车出去，因为我觉得现在3点多，它的天气变得非常好，太阳没有那么刺眼。哇，它的 garlic bread 有点太油了，然后全部都弄翻了。他说是全套里面最好吃的。我周边有很多鸭子跟鸡，他们应该不会突然间过来抢我的食物。然后它的 lobster roll 也很出名，我本身对龙虾就觉得还好。但据说它的龙虾给的分量是很有诚意的，就很满的那种。它这里还有专门卖那种 seashell 的店。刚才去买了它的 key lime pie， 可是不知道那家的好不好吃。他家卖的有2种口味 ，key lime 跟 coconut， 然后我后来是选择有2个 layer， 就是有 key lime 也有 coconut。
好吃，不会很酸对我来说。要下山了。下山了，完全没有太阳，眼睛变得好舒服。哇，好吃哎，我喜欢。吃到 key lime 的味道比较多 ，coconut 的味道反而比较少。我现在去一个叫 Sloppy Joe's 的 ，Oh my god， 我要 get this shot， 好漂亮。我现在要去一个叫 Sloppy Joe's 的酒吧，据说是海明威生前经常去喝酒的一个地方。昨天我跟朋友来吃了那个酒吧，不是酒吧，来吃了那个餐厅。Like if you take two, it's rice and yuca. Is yuca the reason you use the fries? No, boiled yuca. That's why this is so在回去迈阿密之前，我要去最后一个景点，就是去参观一个蝴蝶温室叫 Butterfly Observatory。然后虽然它不是在 Key West 算是蛮出名的景点，但其实去过的人的 review 都很好。那只蝴蝶还在安哥身上又要下来。Go, go, go, go. Pour some stuff. relaxing 哦，它这还有一个镜子，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你身上有没有蝴蝶跟着出来。我从礼品店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工作人员给我了一只小小的蝴蝶，让我带回家，终于完成了我想要蝴蝶停在我身上的小心愿。我现在回到了 hostel， 然后待会就要出发回去迈阿密，点了一个 key lime 的 apple cider。
跟 Key West 还有迈阿密做比较的话，我比较喜欢这里安静一点，然后它晚上可能是它的景点都比较集中，就是那些比较旅客集中的地方还是很多人在，所以不需要很害怕。然后我特别喜欢，我这是最推荐的方式，就是要骑脚车，踏着脚车在这边走，在这边绕，尤其是晚上过后，那个太阳下山以后，它其实没有那么热，就更适合就是骑着脚踏车在这里走。有点舍不得离开 Key West， 但我觉得我应该去的景点都已经去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遗憾。那这期的 vlog 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